喺歷史上啊，嗰啲發起戰爭嘅獨裁者，往往都係帶住各種冠冕堂皇嘅借口嘅，掠奪資源先至係佢哋嘅真正目的。喺2025年嘅2月3號，特朗普喺白宮表示，佢希望同烏克蘭達成協議，向呢個飽受戰爭摧殘嘅國家提供武器援助，以換取稀土同埋佢嘅各種礦產資源。呢番言論除咗政治交易嘅意義之外，仲令到人認識到烏克蘭嘅豐富嘅地下寶藏。好多人將注意力集中喺烏克蘭廣闊又肥沃嘅黑土地上面，其實地底下嘅礦產資源先至係烏克蘭最值錢嘅嘢。目前烏克蘭擁有世界上20種關鍵礦物同埋金屬，用於航空、航天同埋國防工業嘅鈦啦，製造鋰電池嘅鋰啦，稀土元素鍶、鉞、鈉、鋁等等。近年嚟，隨咗世界轉向可再生能源，對於呢啲原材料嘅需求激增，稀土元素對於製造風力發電機中使用嘅強力磁鐵至關重要。據福布斯喺2023年嘅估算，烏克蘭嘅礦產資源總價值高達15萬億美金。如果計埋佢嘅煤炭同埋天然氣嗰啲咁嘅資源呢，烏克蘭礦產嘅總價值就去到26萬億美元㗎喇。烏克蘭嘅鈦儲備量居歐洲首位，鋰嘅儲備量佔歐洲嘅1/3，石墨嘅儲備量佔全球嘅20%。根據烏克蘭嘅財政部聲稱，喺有色金屬方面，烏克蘭銅嘅儲備量居歐洲第4位，鉛嘅儲備量居歐洲第5位，鋅嘅儲備量居歐洲第6位，銀嘅儲備量居歐洲第9位。呢啲只係現時已經勘探出嚟嘅數量，未探明嘅唔知仲有幾多。基輔經濟學院稱，俄羅斯目前霸佔住嘅烏克蘭區域嘅礦產資源係非常豐富嘅，稀土資源就有33%，而喺烏克蘭政府控制嘅區域內，關鍵原材料已經探明嘅儲備量係接近1.2萬億噸，其中包括46個鈦礦床、34個多金屬礦床、11個石墨礦床同埋2個鋰礦床。烏克蘭亦係全球第5大鎵嘅生產國，鎵係用於半導體同埋 LED。烏克蘭亦係重要嘅氖氣生產國，為美國嘅晶片行業提供90% 嘅氖氣。俄羅斯嘅全面入侵導致全球氖氣嘅短缺，呢個又間接咁導致美國嘅晶片製造商成本上升。烏克蘭仲擁有對核工業至關重要嘅材料礦床，佢嘅鋯產量佔全球嘅1%，並且擁有鈹同埋鈾嘅供應。淨係根據2005年政府嘅上一次調查，烏克蘭所有已經探明嘅自然資源，佢嘅總價值如果分俾每一個烏克蘭人手上嘅話，大概係平均每人有15萬到20萬美金。全球數字風險和彈性公司 SecDef 稱，現時大約有價值12萬億美金嘅礦產資源分佈喺俄佔區域。據美國商會稱，俄佔區域佔有烏克蘭42% 嘅金屬同埋33% 嘅稀土，以及63% 嘅煤炭儲備量、11% 嘅石油同埋20% 嘅天然氣。所以俄羅斯對已經佔領嘅區域係一定要霸佔嘅。佢依家仲要係阻止烏克蘭開採礦產資源。俄羅斯嘅意思係嗰啲嘢係我嘅，你唔好掂啊！所以呢啲嘢啊，唔睇啊唔知啊。烏克蘭啊原來咁肥嘅，正如聖經所寫嘅流奶流蜜嘅地方啊。所以特朗普啊商人啊，即係商人啊。佢又唔係真係要停止對烏克蘭嘅援助，而係唔想美國今次嘅租借法案同埋援助有雷鋒啫。因為美國佬呢，喺二戰嘅時候對中蘇英嘅租借法案同埋援助
只有英國係還晒錢嘅，其他全部都冇還晒錢嘅。咁啊，所以特朗普今次提出烏克蘭用稀土礦產資源嚟到交換武器援助，亦都係好合理嘅。咁啊，站在烏克蘭嘅角度，美國如果停止援助嘅話，烏克蘭係有可能會輸。輸咗嘅話，嗰啲礦產資源就去到俄羅斯手上。與其俾你搶，我不如攞嚟換取美國嘅援助，懟冧俄羅斯好過啦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